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要有远大的目标，因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研究。那我们希望呢，毕业的同学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发表好的文章。那要发表好的文章，在好的期刊，你的目标要远大，因为只有在目标远大的情况底下，你才会持续不断的去努力，去精进自己的学识跟能力，然后呢，能够发挥你最大的这个时间跟成本跟努力，去能够做出好的研究。所以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有远大的目标，持续不断的努力，当然还要能够忍受挫折因为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会有一些被拒绝，或是说这个不能够完成的这些挫折会存在。有具备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能够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努力，我想会成功的。第一件事情他一定，我不能说一定，但是他总是大概是要跟对研究要有兴趣。所以如果你只是说你对教书有兴趣，很好，其实非常好。那如果你只是为了你的工作需要一个学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台大财经所会多很多，为了让你有研究能力的这些课程跟这些训练，那那你就需要考虑这是不是你值得你要的。所以第一个你要有的人格的特质，或者是你希望能够拿到的是，你要对做研究有兴趣。如果你对做研究没有兴趣，你来念台大财经所，你会发现说80%-90%的时间你会花在培养研究的能力的训练上面，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可是这个是这个 program 一开始就设计的原因。那这也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地方，是在我们的过去当中，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在台政青交或者是中字辈的这些学校里面我们的毕业的校友，相对于从国外毕业回来的这些很优秀的这些学者来说的时候，台大财经所毕业的校友，平均而言，我想应该是应该不会输给这些从国外毕业回来的呃优秀的学者这样子。因为我们希望训练最顶尖、最一流呃研究的学者。那什么样子的人格特质是很重要的呢？是呃你呃你愿意很 persistent 的 consistent 的努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跌倒了再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然后你继续往前走，这样子。那这个的人格特质，现在讲起来好像很简单，然后可是在未来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训练出来有很多很优秀的以前的毕业的学长学姐，你看到他们有很多很优秀的论文的发表，可同一个时间他们收到很多的 reject letter，但是他们在收到这个 reject letter 之后，他们在这些 reject letter 当中，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在这些失败的经验当中，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再往前走，然后从这些失败当中能够蜕变出来，变成是美好的成果。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告诉我们的学生，然后怎样子能够拥有的人格特质。我觉得以博士班这一个 level 来说，我们期待的学生就是他是比较有学术上的热忱的，然后对学术的态度很严谨。这是我想第一个要有的事情。你开始工作之后啊，那你要有升等啊，你又要申请科技部企划，面对研究的压力。那通常你要升等的话，也许是6年条款，大家可能都听过。6年你要发表也许5篇文章，6年有5篇发表的文章。那你知道我们在财务领域发表文章，只要稍微好一点的话，都是很耗时间的。从开始做
到发表也许都要耗差不多3到5年，所以表示你6年到的时候你要5篇文章，你进去之后就表示说你可能就要5篇文章准备好就去投稿，然后花时间被拒绝才接受。所以你一毕业的时候要5篇6年完成，你念博士班的时候你有办法6年完成5篇吗？很难，对不对？你现在博士班你就做不到的话，你去工作压力就更大。所以倒推回来，代表说你在念博士班的时候，你就要有能力，手上要有2到3篇的文章是你已经 ready 的，然后你日后一进职场的时候，那就是你的 job market paper， 就可以去投稿发表，这样才会追得上。那你想念博士班，你一毕业的时候你就要2到3篇的文章，还有 ongoing project， 甚至更多。那你不可能博1开始做啊，博1要修课考试可考啊，所以博3开始做的时候，预计你博5、博6毕业，那2到3年要完成那么多，所以其实你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你这个没有热情的支持，你只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外在的人看我就觉得很快乐啊，每天不用上班，也不用上课，每天就只要做研究，时间很多。其实不是，你后来想就知道，那压力其实很大。所以你没有热忱支持下去的话，真的是很辛苦。第二个，我相信在系上会期许我们的学生在研究上的态度的严谨很重要。那很多的就是博士班的训练这因为大环境客观的关系教育部的对量的要求啊，还有就是大环境学校理工的思维，做研究难免会冲量，就好像冲很多 MSSC 啊，讲究文章发表，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希望是跟就是经济、财务管理、国际接轨，它比较重视是有 impact、有实质的研究，所以一个严谨的研究态度是我们希望学生建立的观念。我都就开玩笑，事实上你真的可以做得到。就是你要冲量的话，我大概1个周末就可以写1篇文章，而且它一定可以发表 SSCI， 但没有意义，它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你应该做就是你真正觉得你会为它骄傲。你毕业之后，你甚至毕业好几年之后，你会记得那个 paper， 你会觉得说这个文章是有影响力的。第3个就是eventually 我们如果是进入学界或者业界的学生他一定是研究员，或者是也许是他自己要去操盘做基金，然后在学术自己要做研究，他一定要有独立的研究能力。那我想这个很重要。在国外的那个博士班的训练有一些他们是你博士的问题我要自己想。你文章自己发表，老师是不管你的，他只给你引导方向、修正，他不会给你实质的建议。但这个做法，就是慢慢开始越来就是有一些改变。有些他意识到说，博士班毕业学生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你要完全自己发想、自己做好要发表很难，所以慢慢开始也会有一个老师直接介入指导，给你题目方向，带着你做，然后毕业联名发表，这个也有。那台大我想很多的训练是比较像后者，老师会给你很多的帮助。但是 eventually 你要变成是一个老师，你要变成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员，你要去自己在业界操一个基金操盘，你需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能力。